家人们，大家好呀，我是蛙哥哥。就在刚刚前不久 ，Monster 更新了《丧尸宇宙》第32季剧情，这无疑是非常疯狂的。就在该视频发布的1个小时前，他就发了一个帖子通知大家，图案中显示无双战神的画面，并且注意到他的手臂发生了很大变化。毫无疑问，无双战神再次得到了一波加强。我们看到封面是丧尸泰坦电视人，这说明这个强大的丧尸泰坦将会在第32季登场。我还发现了第2张封面图，这也预示着泰坦3人将会和丧尸泰坦电视人进行一场史诗级对决，并且我们还将看到监控人的基地竟然转移到了海底世界。作者的脑洞实在是太大了，在这个神秘的水下基地，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消失了很久的时钟老爷子再次出现，这让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无双战神在他的脑海中看到了瘟疫医生？这将带来什么后果？泰坦3人和丧尸泰坦电视人都追击了过来，无双战神也得到了史诗级加强。接下来无疑是一场精彩的战斗场面。现在就让我们对第32集进行逐帧解析，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哪些我们所忽略的彩蛋和细节问题，并且我还将分析未来的剧情会怎么发展。让我们先来快速看一下第31集发生了什么，照顾一下新来的朋友，让他们能够了解相关剧情。看到第32集后不会感到太困惑。无双战神被瘟疫医生抓住后注射了绿色液体，并且我们还得知瘟疫医生其实就是来自另外一个宇宙中无双战神的前身，人类身份，名字叫做戴夫。接着斧头骑士凭空出现，用斧头砍掉了被感染的手臂，救下了无双战神。然后瘟疫医生和斧头骑士进行了一场战斗，在此期间，斧头骑士把斧头给到了无双战神，并且让他赶快逃跑。然后瘟疫医生下达命令，让丧尸泰坦电视人加入到战斗中。骑士虽然通过自己的高超能力化解了危机，却还是被神出鬼没的瘟疫医生给抓住。更震惊的是，瘟疫医生竟然想要吸收骑士的灵魂。通过这个灵魂的样子，我们得知骑士的真实面目就是男性灵妻。当得知骑士有危险，无双战神又返了回来，并救下了骑士，阻止了瘟疫医生疯狂的行为。骑士抓住机会，赶快打开传送门进行逃跑。无双战神也利用斧头划破虚空，开始逃跑。丧尸音响人再次出现，开始对无双战神进行追击。无论无双战神逃到哪里，丧尸音响人都紧追不舍。我们看到他们在不同的多元宇宙中进行穿梭，不过最终无双战神还是回到了自己的丧尸宇宙。本以为丧尸音响人会掉入深渊，没想到他的手臂链条帮了他一个大忙，挂在悬崖峭壁上，并且抬起右手臂对准了无双战神，在视频的最后留下了巨大的悬念。这就是第31集发生的剧情。接下来就是第32集的剧情。视频开头，我们看到丧尸音响的右手臂竟然发射出一把匕首，无双战神也被吓了一跳，看向了插在墙上的匕首，还好射偏了，没有命中无双战神。接着丧尸音响人的右手臂竟然变成了机关枪，对无双战神进行快速射击，子弹密密麻麻的射击了过去。无双战神的反应速度非常快，手持斧头的动作也很迅速，用斧头把所有子弹全部都给挡住了。哪怕是失去了一条手臂，无双战神的实力依旧非常强大。我们再次看一下丧尸音响人的手臂，变得非常粗壮，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手臂了，竟然转化成了一个机枪手臂，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变成了枪械武器，这实在是太变态了。最后无双战神的腿部还是被匕首命中，丧尸音响用手臂链条抽打无双战神的身体，这一下力道非常大，无双战神直接被抽飞了出去，抽倒在了地上。这一下造成的伤害其实对无双战神影响非常大。我们注意看他的反应，竟然晃动了一下脑袋，说明他此时的脑袋也有点晕乎乎的。当无双战神试图站起来的时候，丧尸音响人已经向他走了过来，并且对着无双战神还说了一句话：把斧头给我交出来。大家可以听一下。于是我们得知丧尸音响人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抢夺这个神奇的斧头，其次才是干掉无双战神。丧尸音响人竟然可以用人类的语言说话，并且看样子并没有丧失理智，虽然变成了丧尸，但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只不过要听从瘟疫医生的命令。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丧尸音响人之所以说话，也许是瘟疫医生能够控制着丧尸音响人的脑子，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在之后的剧情中，我们发现无双战神的脑海里竟然出现了瘟疫医生的画面，并且在往期的视频中，我们都知道瘟疫医生是可以远程控制其他丧尸的，那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很可能就是控制丧尸的头脑，竟然控制他们的行为。丧尸音响人能够说人类的语言，拥有高智商的行为方式，很可能也和瘟疫医生最近研究的绿色液体有关系。这些绿色液体能够让这些丧尸进行超级突变，不仅实力变得非常强大，同样也能够提高他们的智商，并且瘟疫医生不会让所有的丧尸都用到这些绿色液体，他只会让精英干部或者泰坦级别的角色利用绿色液体进行超级突变。普通的丧尸还是老样子，没有思维和特殊的能力。当丧尸音响人向无双战神的方向逼近，注意看无双战神的反应，背对着他，好像在捣鼓什么东西，然后还听到了一些特殊的声音。接着无双战神扭过头，把马桶塞子扔向丧尸音响人，引发了爆炸，不过并没有阻挡丧尸音响人的步伐，这一招并不管用。丧尸音响
响人在一步一步接近，无双战神瘫坐在地上，再往后慢慢挪动。你以为是无双战神害怕了吗？是畏惧了吗？是退缩了吗？并不是。无双战神之所以示弱的唯一原因，就是想让丧尸音响人放松警惕，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做铺垫呢。我们看到无双战神直接把斧头扔了出去，丧尸音响人反应也很快，一只手就接住了斧头。然而接下来还有非常离谱的一幕，斧头上竟然安装了马桶塞子。我们注意看马桶塞子上的红色按钮正在快速闪烁，接着马上就发生了爆炸。原来之前背对着丧尸音响人，好像在捣鼓什么东西，就是在弄这个呀。丧尸宇宙中的无双战神实在是太聪明了，在之前的剧情中利用战术套路戏耍两大丧尸泰坦，现在又利用战术套路来对付丧尸音响人。斧头本来就是丧尸音响人想要得到的东西，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想要的斧头其实是一个陷阱，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爆炸的伤害范围很大，丧尸音响人肯定是受伤了，赶快把斧头给扔到了地上。我们看到斧头上面有一些红色电流闪烁，斧头可能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无双战神抓住时机接近了丧尸音响人，发动了非常迅猛的攻击，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之前一直在逃跑，现在总算是逮到机会，要好好的收拾一下丧尸音响人了。无双战神跳到了丧尸音响人的身上，从头部抽出来一把刀，紧接着又插了进去，直接插到了丧尸音响人的眼睛里。眼睛应该是他身上最脆弱的部分，这让丧尸音响人看起来非常痛苦。同样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丧尸音响人的头部插着非常多匕首。无双战神赶快捡起了地上的斧头，想要再次划破虚空时，发现不管用了。因为刚才的战术虽然很管用，但同样对斧头造成了一定损伤，现在出现了点小故障，于是他又进行了第二次尝试。这次他成功打开了穿梭通道，无双战神赶快跳了进去，这次被传送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这是在海岸边，并没有传送到其他的多元宇宙中，可能是因为斧头被马桶塞子炸了一下，受到了损失，无法再进行时空穿梭了，只能传送到同一个丧尸宇宙。而现在的海岸边就是在丧尸宇宙中的一个其他地方，海水非常的清澈，风景也相当美丽，看样子这里还没有被丧尸病毒感染，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无双战神看样子状态非常不稳定，并且他的脑海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画面，我们看到了瘟疫医生，并且感觉到他的程序好像也发生了一点故障。我们再次把动作放慢来观看，瘟疫医生很明显在注视着无双战神，而无双战神也注视着瘟疫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瘟疫医生在试图控制无双战神的脑子吗？让我们回看之前的剧情，当时瘟疫医生把绿色液体注射进去后，紧接着就被骑士用斧头砍掉了。这里有两种情况，很可能在砍掉之前就已经有部分绿色液体流入进无双战神的身体，还有一种可能，斧头上面沾着绿色液体，而无双战神使用斧头的过程中被绿色液体入侵到身体里了。总之现在的无双战神好像已经被感染了，只不过目前的状况属于轻微状态，还不是很明显。如果事情真如我们猜测的那样，无双战神丧尸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由于无双战神的这种状态，也导致他被瘟疫医生追踪成功了。因为当瘟疫医生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和他进行对视，我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瘟疫医生已经知道无双战神的具体位置，并且现在的斧头也受损了，可能之后就发挥不出太大的作用了。接着突然两艘巨大的圆形潜艇突然从海里面钻了出来，当舱门打开后，竟然是一个监控人，这真是太神奇了！丧尸宇宙中首次出现这种水下潜艇的载具，也可以说 Skibida 系列里首次出现这种水下载具。很明显他们早就知道无双战神要到来，所以当无双战神出现后，就马上从水下钻了出来，邀他一起乘坐潜艇去往海底的基地。接着我们就看到了水下的场景，这是一个巨大的海底基地，并且拥有防御武器来防止敌人的入侵。很快潜艇到达了基地内部，无双战神打开舱门，从里面出来了。接着我们看到了震惊的一幕，我们来看看都有谁来迎接无双战神了。监控人工程师，他也是首次出现在丧尸宇宙中，他的样子参考了原版剧情中的监控人工程师，他的出现也是有原因的。接下来监控人工程师会给无双战神进行升级改造，还有时钟老爷子，消失了很久的时钟老爷子并没有牺牲掉，而是躲藏在了海底的基地，同时他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他早就预知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也就说得通了，并且我们也是首次在丧尸宇宙中看到女监控人。女监控人和无双战神曾经是人类，他们是同事。在原版剧情中我们就看到过，无双战神的人类名字叫做戴夫，女监控人的人类名字叫做凯西。当无双战神看到他们到来后，马上就把蓝色存储器给到女监控人，这个可是治愈丧尸病毒的关键。女监控人把蓝色存储器插入到设备中解析，接着平板电脑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坐标，并且显示该坐标已上传至系统。正当时钟老爷子
子和女监控人互相看向对方的时候，基地的警报系统响了起来，敌人攻打了过来。也就是说，海底基地暴露了，被瘟疫医生给发现了。我看到一些博主说，是因为损坏的斧头导致了丧尸能够追踪无双战神，并且发现了海底基地。这个说法是不靠谱的。首先，斧头是骑士给无双战神，又不是瘟疫医生的武器，并且斧头哪怕安装了追踪器，也是骑士按照的，和瘟疫医生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猜测根本就不成立。斧头被损坏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无双战神在划破虚空的时候，不能够穿越到其他多元宇宙，而是在自己的丧尸宇宙中穿梭。于是就来到了联盟的海底基地附近。那为什么瘟疫医生会知道无双战神的坐标？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无双战神传送过来后，他的脑海中发生了故障，出现了瘟疫医生的画面，并且瘟疫医生在注视着他。其实当时无双战神就暴露了自己的行踪，被瘟疫医生给定位了。所以现在基地的警报系统响了，说明瘟疫医生派人攻打过来。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无双战神的身上被安装了追踪器，就是他此时手上拿着的这个蓝色的小东西。这个追踪器可能是瘟疫医生趁无双战神不注意放在他身上的，也有可能是和丧尸音响人战斗的时候，丧尸音响人安装在他身上的，因为他在之前就做过类似的事情，把一个小东西粘在了斧头上。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海底基地已经暴露，不再安全了。无双战神拼死把蓝色存储器带了回来，立下大功，同时也暴露了联盟基地的位置。正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到底是谁攻打了过来呢？很多博主分析说是泰坦三人攻打了过来，这个说法我个人也是不认同的。我们注意看泰坦三人的出场方式，他是从水里直接钻了出来。如果是他靠着无双战神的追踪器来到这里，那他肯定是去往水底找海底基地，而不是从里面冒了出来。我这里做出两种猜测，泰坦三人很可能早就在水里，并且和海底基地有某种合作关系。当海底基地发出警报后，他钻出水面是为了查看情况，看看到底是谁入侵了这里。第二种猜测，当时泰坦监控人把泰坦三人给顶飞了，当时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很可能就掉入了海里面。接着画面变化，我们看到监控人工程师给无双战神安装了一个机械手臂，这大铁拳看着都非常有力量。无双战神因祸得福，战力再次飙升。不过他之前表现的状况，让我对他的未来也表示了深深的担忧。在第32集的最后，我们看到一只大脚首先出现在屏幕中，接着我们看到了丧尸泰坦电视人，原来是瘟疫医生派他来到这里。这期视频也就到此为止了。结合这张封面图，不难猜测，下一集我们将看到一场史诗级战斗，无双战神、泰坦三人和丧尸泰坦电视人三方混战即将展开。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到时候就能够及时观看到精彩视频了。